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有的女人天生就长着一张富贵脸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旺夫相，而有的女人却长着一张克夫脸，让男人们不得不远之。那你知道什么样面相的女人克夫吗？那么下面大佬就为大家揭秘最克夫女人的面相特征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一起往下看。一、女人有三白眼。有三白眼特征的女人一般来说心高气傲，私心重，大多是女强人类型，为达到成功可以不择手段。女人眼睛过凸，性格激进，暴躁易怒，黑白不分，黑少白多，上三白或者下三白，俗称三白眼，贬义词也叫白眼狼。这种眼睛的女人个性阴险狠毒，善于使用阴谋诡计，特别是有利益冲突时更是绝不留情，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。二、女人颧骨高而无肉包。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，这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谚语，从面相来说，颧骨很高很突出又没有肉包住的女人克夫。因此此种面相的女人个性强悍，无论是在外边还是在家里都喜欢争权夺势。三、女人见风鼻。见风鼻和鼻孔、鼻翼都生得窄小的女性，婚姻运势一般都很不好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女性性格不稳定，有固执无理的一面，很难与自己的亲人和睦相处，尤其是朝夕相对的丈夫更是首当其冲，她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。四、女人鼻起结。鼻子也是面相学中一个重要的参考，一般说面相好的女人，鼻子既过高也既过低，鼻梁起结，鼻梁不正扭曲，鼻头尖小无肉，鼻孔扬起朝天等。鼻子过高的女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会欺压自己的丈夫；过低的缺少财源，无法帮助到丈夫。鼻主管一个人的中年运势，鼻梁起结，中年行伤，自己运气差，肯定会拖累丈夫。鼻梁不正扭曲者性情多变，缺乏主见，又朝三暮四，心术不正，缺少公道意识，自私自利。鼻头尖小无肉，为人比较尖酸刻薄，加上鼻孔朝天散财，无隔夜之良。五、女人法令过深。法令纹过深对于女人来说影响外貌美观，面相上来说，法令纹太深的女人大多都会以事业为重，而且多为成功的女强人，但是在婚姻情感方面可能多不顺。六、女人眼圆睁，眼白多，瞳孔小。古时的相书指出，这种眼的人，尤其是女性，是有弑夫的倾向的。这说的对错与否，我们不必去管，但就以现代相学来分析，风目是眼生的大，四周眼白太多，黑眼又生得太小，眼光流露，这种相有很强的报复心。此外，做每件事必然做得彻彻底底，毫无保留的余地，是属于全攻型的。七、女人眼角嘴角向下。很多小女生都觉得下垂的眼角和嘴角会令人看上去委屈巴巴，招人怜惜，但在面相上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口角及眼角向下的人的命运也是死板而枯燥无味的，由于性格的不好，会惹来可悲的命运。若眼角反下而成三角眼，眼神又很强烈的外露，再加上嘴角反向的很厉害，嘴唇很薄，薄的像一条线似的，这人
便非常冷酷无情，这种相必招来厄运。8. 女人眉尖、鼻尖、口尖。尖这个字就已经给人不好的相处的感觉，面相上呢也忌讳尖这个特征。拥有眉尖、鼻尖、口尖特征的火型女性是现代的女强人，性格过于刚烈，很独立自主，在社会上做起事起来寸土必争，能力更胜男士一筹，但缺点是不会体贴丈夫。若像中骨无肉包，骨露的爽直带尖儿，而双眼又太露，这样便会过于的刚烈而招来不幸。因此火型女性鼓起还需有肉包，这便有个性而庄重，不致太强横。而双眼露是火型女性的特点，但是激烈而不露，且眼神慈和，便得到了好的调节，这种配合必得好夫。9. 女人唇色黑，嘴歪、嘴尖、龅牙者。女人嘴唇过厚，愚蠢；过薄者无情；过大者爱说是非；过小者个性过于封闭。嘴唇颜色黑，心肠歹毒；嘴歪、嘴尖、牙齿突出，俗称龅牙者，心中藏不住秘密，爱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性格过于直爽。10. 女人下巴尖小或无下巴克夫。下巴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的运势。女人下巴既尖小或无下巴，下巴尖小者代表晚年孤独、子息不孝顺等；无下巴者通常没有子嗣，有也是多数过继他人或早年夭折，也算间接克夫的表现。11. 女人四白眼，风目狼头，风目即露出四白眼，眼露四白，眼珠特别小，目露凶光。见到这种女性，男士们还是避之则吉。这种眼相一看便知是凶恶妇人，古人说其会杀夫的。而狼头即是头长向下，无论是行路或者坐立，都似在低首沉思一般，是个阴沉险恶的妇人。12. 女人三角眼。男人有谢幕，固之然可怕；女性有谢幕，亦非善类。如果说到克夫相，此类眼相的女性便可当之无愧。13. 女人眉骨突出。眉骨突出与颧骨高同理，克夫面相特征之一。一般这种面相的女人比较少，男人比较多。什么叫做眉棱骨尖突呢？就是眉毛下面的这块骨头，男人会凸出来，女人比较不会凸出来。如果一个女人眉棱骨突出，则易怒伤人，有点像男人粗鲁凶暴的个性，感情极其不稳定。14. 女人耳尖，耳轮反，耳廓外凸。女人耳朵薄，一生总操劳；女人耳朵尖，一生总操心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女人如果耳朵很薄，福气呢就比较薄，比如比较难得到公公婆婆的喜欢和关照，该分到的祖业呢比较难有。耳朵很尖的为人心思比较多，特别是坏心眼比较多，总是爱斤斤计较，所以日常比较多口舌，自然一生都比较操心。耳门窄小，耳是听觉系统，耳门窄小的女人听不见忠言逆耳，比较固执任性，再加上耳朵外轮反扩，在家里与公公婆婆基本是无法相处，逆反心理严重，性格反复，婚后呢自然是很容易造成家庭不和，夫妻不睦。15. 女人山根过低，有横纹。山根位于两眉中间的印堂之下，鼻梁之上，也就是两眼正中的位置。东医保健卷1
印堂之下曰山根，即两眼之间。因其位于雀庭之下，又称下极。山根在人体代表的是肺部、呼吸系统等。女性山根过低，塌陷的没心没肺，性格随和开放，生理需求等也比较大，加之有横纹，一纹克一夫。16. 女人人中短浅。人中过短，从相貌上来看影响美观。面相上，人中也称为寿堂，代表的是一个女人的健康、生育能力、事业运势等。女人无人中，也就是看起来平整没有沟的，生育能力就低。人中上宽下窄者缺乏胆量，胆子小，做任何事情呢虎头蛇尾。人中过于窄小，做事情欠缺长远的考虑与打算，交际能力等也比较差。人中短，寿元断，做任何事情目光短浅，情绪化。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，毕竟命理中还有很多决定因素，信命而不由命，知命而善用命，顺势改命才是解决之道，而不是觉得女人面相有克夫迹象就推倒自己的爱情婚姻，这样也是不对的。婚姻中的双方应该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克夫相虽然现在时代开放，但是很多时候男人都希望自己娶到的妻子不是克夫相的。对于男人来说，一个真正的好老婆不单单要有高挑的身材、漂亮的脸蛋儿，女人不克丈夫而且能旺夫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怎么才能看出女孩是不是克夫呢？我们可以通过面相去观察什么样的女人克夫，分别从颧骨、额头、眼睛、牙齿等几个五官部位去分析克夫的女人面相。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剑锋鼻，鼻子中央皮肉紧绷，明显的露出骨来，形成了鼻骨如刀锋般突出，这便是相学中所说的剑锋鼻。剑锋鼻配上颧骨高削和下巴尖削的脸型，这种女人大多很势利，为人感情淡漠，而且尖酸刻薄，此乃必克之相，老公非死即贪。2. 夫宫线，鼻梁扁平塌陷，或者脸大嘴大，但鼻子又小又低，这个在相学里叫夫宫线，也是一种克法。但是这种克夫一般不会把老公给克死，只是老公容易败财，最多也只是把老公克破财。因为这种女人胆子小，又处处会牵制老公的行为，比如投资什么的。3. 颧骨高，眼入凶光，颧骨过高且露骨，以超过丈夫为标准，都是比较典型的克夫相。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目光柔和，如果眼光犀利，或漂浮不定，或死气沉沉，那就不好了。4. 眼眶宽大，还有一种就是眼眶宽大，但眼白很多，眼珠在眼眶内打转。眼眶宽大本来是好相貌，但是眼白一多就变成了三白眼或者四白眼，此又是大克之相。三白眼的人大多对丈夫的健康不利。5. 枫木狼头，枫木狼头眼珠特别小，眼角很尖锐，古人说其会克夫的，生活表现是无论是行路或坐立都似在低首沉思。6. 下三白眼，下三白眼这种眼的眼珠生得比较细，而且向上吊起，明显的露出一大片眼白，与眼睛的下半部令人看起来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有三白眼的女性容易贪欲心重，这种女性很有才干，更有一种很强的奋斗心，做起事来必定要做到为止，因此有三白眼者会夺走丈夫。7. 颧露克夫，要观女性是否克夫，首推颧骨，次看鼻。首先来说，一说女性颧骨的看法，女人的颧骨跟男性的颧骨颇有不相同之处。男人颧骨以高大和丰满为佳，
而女性的颧则以高和大为克夫。所谓克夫相的颧高，两颧比一般女性粗大，而且向前突出，又少有肉包。这种女性个性颇顽强，但其有魄力，非常难得。很多时候，这种女人的丈夫都是比较软弱胆小和自卑感较重的。8. 鼻削如刀，克夫相。鼻削如刀，鼻子很高和脸之间过渡很陡直，鼻的中央皮肉拉得很紧，没有一点肉，形成了鼻骨两侧如刀锋切割般，这便是相学中说的剑锋鼻。这种鼻削如刀的女性为克夫相，因此在女相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。鼻削加上颧高二者，算是女性克夫的典型相了。有此相的女性克夫难免。此外，面大鼻小了，此种阔口大面，偏偏鼻子生得既小又低的女性，在相学上称为夫宫线，是代表丈夫运势很弱的象征。9. 竹节鼻，鼻子中间有微微隆起，出现竹节状，这样的克夫，古代人认为丈夫会遇到小人，生活起伏大。10. 嘴尖，人定常说看一个人的口可知有没有有衣食。事实上，口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福泽厚薄，而且能看出其人是否容易得罪别人，非常准确，很准确灵验的。嘴尖而嘴角向上翘起的是个直肠直肚的人，他的说话并没有恶意，但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因此时常也开罪别人。如果嘴尖而嘴角又向下垂，形成相书所说的吹火口，会影响丈夫一生福禄，造成少儿破败，应该谨慎言辞，以积口福。11. 龅牙，明显的上下两排牙齿向前凸出来的，这在相学中有一个名词，是以龅牙称之。12. 法令纹，苦泪纹。法令纹是生在鼻头的两旁，起于鼻翼两侧，分别向左右下方伸展的纹痕，象征法治与禁令，表现严肃的威仪，一忽深显而秀长，此谓之得气。有法令纹的女性，此纹也称之为苦泪纹。观其字而知其意，是苦命的意思。这一点古人看得颇为透彻。试想，一个少女的脸上多了2条深刻的法令纹，是否会给人一种很老积和不自然的感觉呢？事实上，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，可发现一个人在哭时、发愁时和发怒时，法令便会自然升起来。如果一个人在早年便时常的不开朗，时常哭、愁或怒的话，此处定会渐渐形成深刻的纹理，这是完全符合生理相理和心理相理的原则。13. 谢幕，两只眼睛很明显的带有三角，单眼皮，而且眼盖比较浮肿，眼珠上吊，露出了眼睛的下三白来。这种眼很可怕，相书称之为谢幕。14. 眉低压目，眉毛的位置升得高与低，直接对命运和性格有所影响。因此，我们在看眉毛时，必须先就眉毛高低来做一个比较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眉毛升得很好，但偏偏很低，即所谓眉低压目。本来眉好的人，智慧很高，聪明，性格开朗，但眉低便大大影响了这种好的素质。但眉低之人性格善变，怕事，做事急躁，没耐性，易于受他人的支配，自信心不足。15. 妖王相，眼睛伸得很圆，眼白多和黑睛少，眼神又呆滞，难长寿，也同时克夫寿命。克夫相有几种特征：颧骨突出无肉，三白眼，鼻子长得不好，这几种是非常典型的克夫相的面相。男人们注意了，若是遇到这样的女人，那么就得小心再小心了。16. 耳翻颧突，耳朵轮飞扩反，性格叛逆，如果再配凸颧的话，耳廓就会破财，颧骨凸就会克夫，轮反加上颧突就会破产离婚。耳朵单薄，耳轮外翻的女子，家庭观念淡薄，
容易见异思迁。而颧骨凸露者更是不可取之女。相书云：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17. 身体羸弱，仰目似白。身体虚弱多数为脾胃失和。脾胃在生活当中代表财产，而阳眼人性格凶暴，容易走极端。阳精凶狠，似白妨害丈夫。香港某女演员似白眼，狂扫夫家，致使夫家举债度日。这是比较轻微的，如果严重者，丈夫横祸丧身。18. 喉结和牙齿突露，行克夫宫。相书云：颧高齿突必克夫。女子颧骨高耸，肩削无肉的克夫最重，往往生离死别就在此处。女子喉结突露，女子男人声音，其心雄盛，没有女子九转之温柔，性情高亢，不懂得忍让之道，往往社会处事异性化，而婚姻同性化。牙齿突暴，性格激进，难有容人之量，实为女人之大忌。19. 无事生非，发厚发硬。女人头发粗硬的性子倔强，事事都不服输，不肯屈就于人，此等性子最是克夫。头发过于浓密的女子，做事没有远见，偏于自私自利。蓬头乱发之女子，因为头发为肝气之主，是肝气舒缓的外现。那么蓬头代表肝气郁结，脾气秉性坚佞无常，没有仁爱之心，没有合作同情的认知，多惹是生非，树敌过多，败家败业。20. 额方眉粗。女人额头太方的不服管理，心性过于野性，男人无法驾驭，经常向外跑，觉得男人不如自己而轻视丈夫。额头太方的女子性格刚强，不易驾驭，家里关不住，属于事业型女子，往往抛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颧骨位于面中部前方，眼眶的外下方，即人体面部最为突出的骨头，属面颅骨之一。面相学上多认为权者权也，代表一个人的权力、地位、人际关系、贵人运、做事的胆识等。由颧骨相理好坏，可以看出一个人命运吉凶。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，如何通过颧骨看命运。1. 颧骨的形态。1. 颧骨位置过高，眼尾下方3厘米处是颧骨的理想位置，如果高于这个位置而过于靠近眼睛的话，就是颧骨位置过高。颧于眼睁，这种人一般容易个性很强，做事强势有魄力。好的一面是这种人自尊心强，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就会不服气，会更加努力完善自己，很有上进心。对于事业也很有上进心，能够全力以赴，努力拼搏。坏的一面是过于抓奸要强，太过自我，容易和周围的人造成紧张的关系，人际关系容易不和谐。2. 颧骨过于靠下。颧骨过于靠下的人一般很容易满足于现状，做事欠缺进取心。这倒不是说颧骨位置低的人就一定都居于下级位置，只是这种人安于现状，不容易在现有位置上做出进一步的突破。这种人的特点是一般比较随和，能够和同事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但由于个性懦弱，所以这种和谐的关系一般是表面上的，且比较脆弱，一旦遇到冲突就容易产生破坏。而且由于性格不强势，做领导的话，下属容易不听从指令，即使拥有虚名高位，也很难握有实权。3. 颧骨过于外张。左右颧骨之间距离过大的人，做事容易思虑不周，常常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但又不容易坚持到底。而且这种人比较浮躁，做事一点成绩都会沾沾自喜，并且喜欢管别人的闲事。好的一面是这种人没有城府，比较容易沟通和相处。缺点是缺乏全局观念，
策划能力较弱，需要整体统筹的工作项目不适合交给这种人来做。颧骨及颧骨，颧骨长得好的人能有充沛的奋斗精神，不屈服于任何恶劣环境，一旦定下目标就会尽全力去完成，拥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的魄力。这种人做事反应敏捷，聪明干练，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和野心而奋斗，容易得到上司的赏识，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利，在事业上能有一番成就。4. 颧骨高而有肉。对于男人来说，颧骨宜高而肉丰，这样的人大多有着较高的志向，会给自己树立较高的人生目标，并且能够坚定不移地朝此目标努力，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有着不低的权力和地位。对于女人来说，颧骨不宜过高，因为颧骨是至阳之处，而女子性主阴柔，颧骨高则阳刚之气重，喜欢掌权，必会压制住丈夫的运气，形成克夫的相格。好在颧骨虽高，但有肉包裹，表示其人心地较为仁厚，并不会伤害人。5. 颧骨高而下垂。颧骨高而下垂的人虚名虚利，名多利少，属于那种富了耳朵穷了心的人，不宜从事管理、政界等行业，最宜从事演艺、文艺、教课培训等行业，最易成功。女性朋友颧骨高而下垂，爱吹嘘，易招惹是非，并爱得妇科疾病。6. 颧骨高而露骨。男颧骨生得过高，露骨而尖的话，则代表其人性格固执，破坏欲强，做事易半途而废，无法忍受孤独，从众心理很强，一生比较劳累，事业波折不顺，与同事领导关系不好相处。女人颧骨高耸无肉的话，则一生婚姻坎坷，严重克夫，丈夫不死也会大病久病。如果再配以女子眼神不温和的，那么克夫无疑。7. 颧骨色泽不佳。颧骨色泽枯白，六亲身体状况不佳，青蓝色泽心性不好，女人心狠，克夫败家。色泽枯黄，运势低迷，色泽黄润明亮，运程顺畅。色泽红润发亮，未婚者桃花运将至，已婚者性欲强，多淫欲。颧骨色泽不佳的人一般都存有算计人的心思。8. 颧骨长粉刺。一个人的颧骨色泽不佳时，不宜和对方合作事业，一是因为对方运势不佳，二来对方的信用也不好。颧骨部位若长粉刺，说明要破财，对方的心愿很难达成。9. 色泽白里透红。女人颧骨色泽白里透红的人，桃花缠身，个性贪淫，不重视忠贞。若鼻子也呈现白里透红色泽，防夫，不宜娶这种女人为妻，未来会有与人私奔的可能。10. 颧骨一高一低。颧骨一高一低者，贵人运较少，权力不平稳，领导力不佳，爱用权力。左颧骨低，权力丧失；右颧骨低，职位难保。左边颧骨高，管辖范围广；右边颧骨高，手握实权，但是都会掌权不久。或者偏低的颧骨方有缺憾，中年运程不通，事业易败。11. 颧骨偏斜。无论男女，颧骨向里偏斜者，为人不够忠诚，信用不佳，一生爱欺骗别人。若其他向里也不美者，则易有牢狱之灾。12. 颧骨毛孔粗大。颧骨毛孔粗大，代表其人脾气急躁，气性大，涵养力差，做事不细致，容易急，有头无尾，容易被感情左右。2. 颧骨与面部其他部位的配合情况。1. 颧骨高且眼呈三角。颧骨高耸者一生操心，爱管闲事，如果再配有一双三角眼，
则其人性格阴险狠毒，善于钻营，精于权势，手段高明，能够低得下头，弯得下腰，卑躬屈膝向上爬。二、颧高额高，颧骨高额头也高的人有权威，事业一帆风顺，女命则夺夫权，欺辱丈夫，一生婚姻不顺。女命颧骨高而眉毛稀薄的人，儿女缘分较晚，甚至难孕育子嗣。三、颧骨靠近鼻梁，除了上下的位置之外，还有左右颧骨之间的距离位置。左右颧骨之间如果距离太近，过于靠近鼻梁的话，说明其人比较自我，思想观念容易狭隘闭塞，心胸不够开朗，待人处事缺乏真诚和热情。这种人做事比较保守，不会换位思考，容易固执己见，而且疑心较重，对人多有防备。工作中与人比较疏远，不容易沟通，合作能力较差。四、颧高鼻低，在面相中，鼻子为龙，颧骨为虎。假如鼻子生得低，颧骨重复高的话，则龙被虎欺。男性表示其人若当领导，容易被下属欺负，发号施令没人听从。女性则表示老公能力不如自己，一生为了丈夫操劳拖累，婚姻不美。五、颧骨圆秀高耸，颧柄入鬓，颧骨生得圆秀高耸，走势斜上上直入鬓角的人，为人公正，做事严谨，不卑不亢，有较强的奋斗力，并且精于世故人情，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所面对的事情。走仕途则有权力，经商则有魄力，是最好的颧骨相令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，大多能够在中年得权，且能够得贤妻相助。六、颧骨高且离鼻梁过远，颧骨高且离鼻梁过远的人，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来批评别人和多管闲事。三、颧骨上的志向，颧骨上的志也有吉凶之分。通常情况下，假如颧骨上生有吉志的话，代表此人在职场有一定权势和地位，人际关系很好，很尊重部属的意见，懂得充分的授权，还能获得贵人的帮助，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。但若是生有恶志，则预示其人在事业上挫折较多，难有好发展，而且在生活中也容易和亲友发生矛盾，人际关系较差，感情中烦恼也比较多，容易被第三者插足，健康以及财运也会出问题。而且右边颧骨如果有恶痣，还需要注意一些意外伤灾，出行要注意安全。总的来说，不同的颧骨代表的运势各不相同，但以上论述并非绝对，因为相不独论，实际看相还需参考其他面相部位，以及观察体型、声音、气色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